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打击者1945 Plus》。先调了一个隐藏飞机，但我还是喜欢用第二架。小的时候管这一架飞机叫做 UFO， 因为它这个形状就不大像地球人能造出的东西。这款游戏每周末有8关，前4关的难度还可以。这也是小的时候我很少能打到很远的飞行射击游戏之一。第一关就先练手了。那架隐藏飞机呢，有一些小伙伴是喜欢用的，但是我感觉它也就还行。虽然它综合实力比较强，但是呢，它和咱们现在用的这架飞机相比，普通攻击火力不是很集中。另外呢，它的蓄力攻击虽然也比较多，攒得比较快，但是没有爆发，不像咱们现在用的这架飞机，可以有目的的、带有节奏的清一波强敌。另外，咱们的飞机呢，副武器是有跟踪性质的，这样可以弥补一下你的射程可以够到射程之外的敌人，这一点其实很重要。有的时候你的射程之外有一个坦克或者有一个飞机，就让你生不如死。第一关 BOSS 打它还成，因为这个游戏呢前几关是随机的，那越到后面敌人是越强，子弹越快，攻击招数的花样也比较多，所以在初期能够面对一个强敌，对咱们来说还是有利的。你像它这个攻击到后面呢就开始能出子弹了，但现在呢还只是砍一剑完事儿。好，第一关过关了。我的水平也只能打个1周目，像彩晶的游戏都是2周目呢，有很多小伙伴觉得2周目才是游戏的正传，但是2周目的难度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。我不应该这么说，因为我说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呢，就感觉我咬咬牙努力练一练还能够达到，但实际上比我的天花板高了不知道几个档次。这2周目的难度真的是太高了，所以说也就只能给大家录一个1周目。这个飞机叫薄饼是吧？显得很扁，也难怪我小的时候管它叫 UFO。你看它正向的这个火力呢，大概是6项，但隐藏飞机好像是4项，感觉爆发就差一些。而且咱们现在这架飞机积攒蓄力攻击的速度也很快，好像打速通的那些大神也比较喜欢用它。而且这款飞机我能打得很远，也是因为很多 BOSS 呢是有点可占的，这点其实很重要。因为早期的飞行射击游戏大部分都有一些无敌位你可以占，有一些呢是厂家故意为之，有一些呢是一些天才的玩家自己发现的。其实本作也可以算是传统的飞行射击游戏最后的巅峰了，因为到后面呢，你像这些弹幕游戏出现之后，那真的下雨跟打子弹跟下雨一样，尤其是你像东方系的，我的天，像我这种玩家看了真的是迷惑，感觉玩那种打飞机游戏的出门都不用带伞了。前2关过了，前2关打的还是比较随意的，前3关应该都比较随意，难度不高。子弹呢，大家也应该看出来了，大体上它分为红色的子弹，就是这个粉的，还有呢是蓝色的。蓝色的一般比较快，像这种红色的呢，威胁性不是很强。那比较极端的状况就是这2种子弹屏幕上都有，这就比较难受。这关也还可以。这
个 Plus 版本出品已经是1999年了，所以说20年前混迹过街机厅的小伙伴，绝大部分都看过这款游戏，甚至自己玩过。那我现在玩的和当年街机厅不同的一点呢，就是我的子弹是2个按键，有一个呢是和当年街机厅操作习惯是一样的，另外一个呢它就是自动的一直在发射子弹，这样省点力气。我相信当年玩过街机飞行射击游戏的小伙伴都见过这样一个现象，就有的人呢拿牙签把那个子弹的按键给别住，这样它就是一直是一个连发状态，比较省力气，而且发射子弹的频率也有保证。大家不要小看啊这个自动连发，自动连发可以让你的至少1半的精力集中在游戏本身怎么躲子弹上。刚刚这个 BOSS 它的攻击方式也比较固定哈，很好打。好，第4关，我目前还没有展示这个飞机的炸弹效果。飞机的炸弹呢，它是召唤出来一个飞机，对咱们进行掩护。这关有希望，我感觉我撑不住了，我就用一个。但是呢，用这个炸弹的时候啊，你要靠近一下屏幕下方。因为它的护身面积是有限的，而且它出来的时候还稍稍有一点延迟。这关敌人的子弹的这个速度就比较快了。但是呢，你看咱们的副武器呢是可以攻击到主武器射程之外的敌人，所以说呢，有一些敌人你不去照顾他，你的副武器慢慢就把他打爆了。这也是我喜欢这个飞机的原因之一，副武器带有跟踪效果。第4关的 BOSS， 第4关打完呢，这个游戏对我来说甜蜜之旅就结束了，后面就需要集中大部分精神来应对。看这个子弹，但是呢，这种子弹规律性很强，你像刚才它发射的这种是彩晶制作的飞行射击游戏惯用的一种子弹，就是3434，只不过刚才是3334、3334，这种武器其实最好躲。你像34的时候，它只有那发3的中间那发子弹是瞄准你的，你只要把那发子弹躲过去，剩下的6发子弹你不用管了。像这种武器也好躲。最恶心的就是它先扔一个弹幕，然后再对你进行指向性的打击。这种是最难躲的，但这种弹幕都好躲，因为它没有指向性，你自己来找扣钻过去就完事儿了。行了，第5关第5关开场咱们就有一个麻烦需要处理，就是中间的这个坦克，这个坦克非常抗打，你如果不放导弹的话，你需要跟它蓄力好几下。而且你看它这个炮台双用，既可以发射蓝色子弹，也可以给你搞弹幕。好，这样呢，它挂了。其实应该趁着刚才那个飞机出现之前把它干掉。这个飞机就典型的343。343的话，你需要躲2发子弹，虽然它是10发子弹，但你只需要躲2发。就是每个3的中间那发子弹躲过去就完事儿。其实当你这样想之后呢，这游戏也就不是特别难了，对吧？虽然子弹看得很多，但是呢，其实满屏的子弹只有那么1-2发是致命的。这关感觉难的地方过去了，我刚才无奈啊，我感觉我躲不开了，所以我又放了1发导弹。那玩这种游戏就容易陷入一个习惯，尤其是像我这种呢，就是水平一般，躲子弹呢又比较随意的，就是到了一个固定的场景，养成了习惯了，感觉啊自己这里肯定是躲不开了，放一个吧。这一发其实可以占点的啊，但是呢，一周目嘛无所谓了，反正导弹也够用。
啊，这个货算是变身了还是怎么了？我的蓄力满了。像这种子弹啊，蓝色的属于弹幕，红色的呢是指向，然后呢这一批呢又是红色的是弹幕，蓝色的是指向。像这种武器啊比较恶心。来，满了，我续一发。这个好躲。但是呢，注意2发之后呢，它中间会发一个3项。好，干掉了。第6关，一共是8关。第6关的，对，就像这种地方，怎么说呢？初见杀吧，对很多小伙伴可以说是初见杀。因为它出现这个炮台，你一定要优先处理它，这样呢，你后面才会简单一点。否则，当出现对面一个炮台之后，你没有及时的用蓄力攻击打它，那就很困难。背板呢也是比较重要的。这个地方我需要去左边蓄力。这2个炮台，我看来右边那个没清完 BOSS 就要出现了，但现在是个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还是比较好对付的。他的子弹看起来虽然快，但是啊，你如果不进行微操，不细点躲的话呢，你可以大范围的转移自己。反正就是逃课打法。哎，我按错键了，这放什么导弹啊？又不是要命的时候啊！浪费了，浪费了！刚刚真的浪费了。好，变身，对，我还留着想这个时候放导弹。这一下我为什么放导弹了呢？因为我没有提前进行蓄力，我应该蓄力把那2个僚机给它先打爆了。来，蓄力打。第7关，第7关呢就有一点看脸了，因为小的时候打到这一关，我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弹尽粮绝的状态。所以说，躲敌人子弹就比较随意了，板也背的不大好。那辆红色的坦克特别抗揍，一般的坦克发射红色子弹，那辆红的呢，它竟然是发蓝的，而且指向性特别强。先搞一个小 BOSS 吧，像这个 BOSS 呢好打一点。他的子弹看起来多，其实呢空隙比较大，比较好躲。我为什么习惯趴在屏幕最下方呢？因为这样躲子弹的时长稍微长一点，反应时间稍微多一点。又是这个红坦克，终于通过蓄力攻击把它打爆了。BOSS 出现，我还有4发导弹，这样咱们可以用，咱们可以用。中章的话还会给咱们爆的。刚才他这种攻击，咱们站在中间其实就可以。来吧，本体还要组合一下，变形金刚的效果。我的蓄力现在是大概2个。他放这种跟踪导弹的时候，最好续他一发。
刚刚的激光它是移动着放的，有的时候它会站着来发射啊，好，会这样发射，那就是打它最好的机会。3颗导弹，这关还会爆一个，这关真的是难，尤其是敌方的那种飞行炮台出现的时候，一定要优先的消灭。对，就这个货，续他一发，不要让他有第2次发射子弹的机会。有的时候会出2只，大家想一下这个难度。上一只没完全消灭干净，下一只出现了。这里有个小 boss， 这个小 boss 会给你爆3个 P 1个 B， 就是它是最后一波补充吧。而且这个货的难度不高，需要注意的就是它这发啊，射得好猛。它发射横向一堆红色子弹之后，就是要来一发了。它这2个僚机先打爆。boss 每次红色闪光之后就要挂了。哦，4个 B， 4个 P 1个 B， 快要进入最终 boss 战了。这个最终 boss 形态真的是多啊，2个。好，先续了，干掉1个。这里最好要这样处理，不然呢你就要交导弹了。这个 boss 啊，几乎每个小伙伴都有自己的打法。一形态其实是有安全位的，但是呢，万一站不准的话，你在那傻傻的站着就被干掉了。而且1形态的子弹还算好躲，所以咱们就躲着来吧。这个点我现在有点找不准了。哎，说话的功夫把 B 交了。它这个形态啊，正常其实是应该到上面去躲的。看这个大爪子啊，这个攻击方式很多小伙伴可能印象深刻，就躲在它中间。咱们交臂吧，不然呢，像刚才他这种攻击，咱们要站在中线上往上移动才能躲开。好，最终形态。这个最终形态反而比较简单，攻击方式就这么几种。咱们2个 B 呢都用了。OK， 干掉。这样呢，1周目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打击者1945 Plus》，1周目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也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